5月4日，美国总统川普一句话，让整个中国制造业陷入了冰河期。我们对中国征收145%的关税，我们基本上已经切断了贸易往来。但这没关系，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政治喊话，而是一场关乎中国数千万家庭饭碗的贸易断头台。145%的关税是个什么概念？这不是把中国企业赶出美国市场，而是拉黑。这是零容忍式的脱钩，直接锁死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通道。川普在接受 NBC 采访时更直白地说，我们彻底停止了与中国的贸易，因为我们不想再每年亏给中国1万亿美元。而现实比语言更残酷。深圳市跨境电商协会会长王鑫在接受《金融时报》采访时表示，2000多家会员企业中，超过60%已暂停或推迟对美发货。供应链断了，客户没了，员工发不出工资了。他说，中国不是没听过制裁，也不是没挨过关税，但这一次不一样。这不是一场谈判的前戏，而是脱钩的开始。Flexport 首席执行官瑞安·彼得森公开表示，全球的船运路线已经开始重新布局，海运不再直奔中国，而是绕到越南、印尼、印度。这一趋势已在数据上体现出来。4月制造业 PMI 指数跌至 49.2%， 连续2个月处于收缩区间，出口同比下滑 6.4%， 创下近2年来新低。深圳、东莞、佛山的中小型加工厂订单量普遍下降 30% 至 50%。 央视都不得不罕见承认外贸压力巨大，但他们不提的是，每一张消失的订单背后都是一条工人家庭的断粮线。很多人不知道，中国的 GDP 并不是靠房产消费撑起来的，最硬的一块牌其实是出口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，出口占中国 GDP 比重约为 13%， 而对美出口包括直接与间接就占了 GDP 的 3%， 其中电子产品、机械设备、家具、玩具等依赖度最高。而一旦与美国脱钩，不只是出口企业倒下，整个上下游供应链都要陪葬。一个出口苹果耳机配件的东莞代工厂，背后关联着五金、住宿、电镀、模具、包装、运输等至少8个环节。一个做塑料娃娃的义乌工厂，背后链接着色粉厂、模具厂、印刷厂、布料厂、拉链厂、运输公司、仓库及外贸商。一颗螺丝钉崩溃就足以带走10条人命。航运是外贸的血管，但现在血流不动了。根据中国港口协会4月最新统计，全国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下降 8.3%， 集装箱吞吐量同比下降 11.9%。上海港、深圳港、宁波港集装箱积压严重，靠泊等待时间最长达72小时。中原海运、招商局港口等航运龙头股年初至今市值蒸发超 20%。物流企业已经开始转移战略重心，从中国转向东南亚，从跨太平洋路线转为跨大西洋或中东线路，从中美一条龙变成去中化再加工。中国正在从全球航运链中被人为抹除。而面对 145% 的关税，中国外交部不回应谈判，不承认退让，却发布了一支视频不跪。视频中引用毛时代的语言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自嗨式爱国宣传卷土重来。然而真实的动作却是在悄悄跪，取消了对美乙烷的 125% 关税，将半导体设备、医疗产品、航空零件列入豁免名单，甚至在4月24日派出财政部官员秘密进入美国财政部大楼进行闭门磋商。央视旗下的新媒体玉渊谈天也罕见承认，美国主动联系中方，希望展开谈判。嘴上喊着绝不低头，背地里却一件件脱裤子。人比机器便宜，
这句话在2024年的中国工厂里正在成为现实。广东东莞300多家小型加工厂已宣布停业，福建泉州箱包出口企业开工率不足30%，老板集体跑路。山东临沂工厂主叶陶工人工资被拖欠3个月以上。安徽滁州电子组装厂大规模裁员，招工价从每小时20元跌至12元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厂老板表示，没订单，没利润，没未来，工人留下来吃土吗？145%的关税不只是出口企业的噩梦，它直接把就业2个字从中国年轻人的词典中撕掉了。2024年第一季度，全国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达 21.3%， 官方已停止公布，学者推测真实数据高达 46.5%。中国即将迎来1179万高校毕业生，创历史新高，每1000个大学生中仅有约320个能在半年内找到专业对口的稳定岗位。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基层岗位月薪普遍低于3500元人民币。知乎上，一个985硕士投了2000份简历都没有回复的热帖或赞超10万。评论区最扎心的是一句话：学历再高，也抢不过一个电动螺丝刀。而制造业曾是中国吸纳青年的最大缓冲带，现在这个缓冲垫塌了，年轻人集体掉进了就业黑洞。有人说出口不行，那靠内需就好，但这是一个最讽刺的谎言。来看2024年一季度中国人民的消费真实力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仅增长 1.1%。全国超40%家庭表示近期不打算进行任何大额消费，百货、汽车、家电、房地产销售全面下滑。全国近1/3县级城市的商场空铺率达 25% 以上，餐饮行业闭店率达 18%， 平均每开3家店就有2家倒闭。国家统计局自己都承认，居民消费意愿处于历史最低谷。你还记得3年前满大街都是消费券报复性消费吗？现在只有2个字最能形容当代中国人的心态：惜命。不敢生病，不敢买房，不敢买车，不敢辞职。人们只敢把钱存进银行，但银行可能也保不住。关税打击制造业，制造业反过来拖垮金融系统。2024年3月，中国银保监会罕见发布农村银行风险名单，其中包含78家存在严重挤兑风险的村镇银行。而真正让人心惊的是国有银行的状况。中国银行第一季度不良贷款率上升至 1.83%， 为5年来最高。建设银行披露，其制造业贷款违约率上升 3.2 倍。招商银行3个月内连续关闭115家支行，裁员约8000人。平安银行的股价年内跌幅超过 30%， 创10年来新低。一位国有银行内部员工私下透露，每10个制造业贷款企业里，至少有3个已不再正常还贷，剩下的也只是吊着气。制造业一倒，银行成空壳。你以为你存在银行的钱是安全的？别忘了，2022年河南储户维权还历历在目，如今只是把剧本升级成全国版。很多人幻想出口不行，拉一波地产刺激不就好了？但现在连房子都卖不动了，中国的中产真的被清盘了。2024年第一季度，全国新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 31.8%， 一线城市二手房挂牌量创新高，北京突破15万套，深圳突破18万套。房地产行业流动性危机全面爆发，全国有82个项目因资金链断裂停工停贷，恒大破产重整失败，碧桂园被清盘，万科暴雷在即。一线城市出现史无前例的零首付促销，3线城市则直接打出买房送车位加送装修加送物业费5年。楼市从资产变成了债务炸弹。曾经一套房让中产实现阶层跃迁，现在一套房
就是中产的坟墓。我们总结一下，145%关税的外溢效应，出口制造业大规模倒闭，订单断崖式下降，青年失业严重，农民工回流潮，岗位薪资下探，银行坏账激增，村镇银行挤兑潮，资本市场信心崩塌，内需不足，消费欲望极低，实体商户大量倒闭，销售崩盘，房企暴雷，中产财富大幅缩水，集体焦虑，不婚不育不买房，年轻人佛系躺平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因为关税吗？不，这是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一个早已透支的系统。川普那句"我们和中国基本已经不再有贸易了"，并不是在开玩笑，而是真实世界的逻辑开始加速运行。外国企业在撤资，外国订单在转移，外资银行在关店，外国人不再来中国，就连中国人也在逃离中国。深圳中介爆料，2024年第一季度，咨询移民的中产客户激增300%。海南航空数据显示，赴日赴美单程票需求量上升42%。广州海关称，家属团聚签证出境人数创历史新高。是的，中国中产用脚投票，逃离崩溃，逃离内卷，逃离绝望。145%关税不只是贸易壁垒，是一次全球产业链的大洗牌，是一次世界秩序对中国模式的清算。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不多了，关上的是美国的大门，消失的是中国的未来。你还觉得没关系吗？